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人到老年，大概率要依靠退休金来养老。没有退休金的老人们，如果想要无忧无虑的安度晚年，除非他有大宗的财产，或者有孝顺的儿女，方能安心养老。今年60岁的杨阿姨，她既没有退休金，也没有大宗的财产，唯一的儿子也不孝，不愿意给她养老。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杨阿姨另辟蹊径，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无忧的晚年。杨阿姨说，我今年60岁，一直生活在农村。10多年前，我的老公在工地上干活的时候，因为一场意外工伤事故，匆匆地离开了人世。老公去世之后，公司里的老板给了我30万元。他说这些钱全是他借来的，如果我嫌少，想要拿到更多的钱，就算他砸锅卖铁也凑不出来了。老板说，如果我愿意跟他私了，就收下这30万，一份同意书，这事就算了结了。如果我不同意，要跟他打官司，想要拿到更多的钱，那么我连这30万都拿不到，因为他早就资不抵债，即使是打官司，他也没有钱赔我。工地不挣钱，我的心里非常清楚。老公在工地上做事的时候，老板经常的拖欠工资，一拖就是好几个月。但凡老板有钱，也不会拖欠工资。我担心不收下这30万，连1分钱的赔偿款都拿不到。这样想着，我就收下了30万，跟工地的老板签下了同意书。老公走了，家里的顶梁柱也没有了。以前靠着老公在工地上的工资，还有我做农活的收入，日子还能够维持下去。可现在没有了老公的那份收入，家里的经济很快就陷入了困境。虽然我的手里有30万，可我却不敢花。30万块钱根本不经花，要是把钱给花没了，以后的日子可咋过？老公去世那年，儿子已经18岁了。他见我整天愁眉苦脸，一副一筹莫展的模样，于是主动的提出他要去城里打工挣钱。那会儿儿子已经参加完高考，高考的成绩很不理想，连大专都没有考上。我想儿子读书成绩不好，去社会上闯荡闯荡，多挣1分钱也是好的。这样想着，我就同意了让儿子去城里打工。临行前，我给儿子拿了1万块钱，告诉他这些钱一定要在危难的时候再花，轻易不要动用。儿子拿着1万块钱去了城里，没多久他就打电话告诉我，他在城里找到了工作，在一家中餐厅厨房当学徒，他每个月都可以拿到3000块的工资，手艺学成，工资就会翻倍。我认为这个工作不错，心里感到特别的开心。我鼓励儿子，让他在城里好好的学手艺，千万不要半途而废。儿子话锋一转，他说他要买房，让我把老公的抚恤金拿出来资助他。儿子说他在城里租的房子每个月要交2000块钱的房租，钱交给了房东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落下。与其把钱给房东赚，还不如贷款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，房贷还完了，房子还是自己的。听了儿子的话，我很犹豫。我是农村人，没有退休金，老公也没了，若是再没了钱，我养老怎么办？我将我的顾虑告诉了儿子。儿子说，养老的问题根本不是啥难事，等到他的手艺学成，工资就会翻倍，到那个时候他就把我接到城里养我一辈子。儿子的话让我喜出望外，想到自己可以在城里生活，我的心里就乐开了花。我当即把剩下的29万元全都转给了儿子，资助他在城里买房。儿子贷款买了一套2室1厅的房子，由于没有钱装修，他只能住在毛坯房里。儿子说等他存够了钱再装修不迟。虽然我住在农村，没啥赚钱的渠道，但我仍然努力的挣钱，给儿子攒装修钱。
我养了很多的鸡鸭，又养了2头猪。到了年底，把这些鸡鸭和猪都给卖了，至少能赚好几千块钱。儿子回家过年的时候，我将卖掉鸡鸭和猪的钱全都交给了儿子，让他凑够了钱，赶紧将房子装起来，省得住在毛坯房子里，实在是不方便。儿子说，装修可是大事，哪里可以随便装一下？万一装的不满意，到时候想要拆掉重新装，可是个大工程。我问儿子，把房子装的满意需要多少钱？儿子说，至少需要20万。听说装修房子需要20万，我顿时泄了气，心想这20万猴年马月才能存到呀。我劝儿子说，人家的条件不行，哪里能像城里人那样把房子装修的富丽堂皇啊？咱可没那个命。儿子却说，他不信命，他就要过好日子，只要有坚定的目标，就一定能够实现愿望。儿子不听劝，我也没招，只能和儿子一起努力存钱装修房子。一晃就过了3年，装修房子的20万依然没有存够。过年的时候，儿子带来了一个女孩子，他说这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。女孩子一看就是城里人的千金，一副金贵的模样。女孩看我的眼神也是轻蔑和不屑的，让我的心里很不得劲。儿子告诉我，女孩家里很有钱，如果他俩结婚，装修费就不用愁了。20万元的装修费对于女孩子的家境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虽然认为这是不靠谱，但儿子一向主意正，即使我怎么反对，他也不会听我的。于是我只能默默地听着，没提任何的反对意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儿子打电话告诉我，房子开始装修了，装修费全都是女朋友家里出的。房子装好了，儿子和女朋友就办了婚事。儿子和儿媳结婚的那天，虽然我出席了婚礼，但是我被安排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，自始至终也没有人知道我是儿子的母亲。儿子知道我的心里不好受，就劝我，他说咱家穷，能忍就忍忍吧，等他以后出息了，一定会让我扬眉吐气。儿子让我忍，我就只能忍着。我没老公，没钱，我将自己的后半生的所有希望全都放在了儿子的身上。儿子的话我不敢不听，虽然儿子在城里工作，工资也翻倍了，但我仍然要靠自己活着。儿子过得不容易，我不想因为自己给他增添额外的负担。家里的地虽然不多，但给自己混个口粮，钱还是够的。尽管我不想给儿子增添麻烦，可是我的年纪越大，做农活就越是力不从心。有一天，天空中下着小雨，我在地里摘菜的时候，一不小心滑倒了，把脚给扭伤了。受伤的那只脚完全的不敢沾地。医生说，想要彻底的恢复，至少需要1个月。想到这1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不能做农活，连饭都吃不上，我只好给儿子打电话，让他接我去城里。儿子说，他要跟儿媳妇商量，若是他不同意我去城里，他不能擅自做主。几分钟之后，儿子就给我回来电话。在电话那头，儿子告诉我，儿媳妇不同意我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儿子让我就在自己家里住着，他公休的时候就回家照顾我。儿子1个星期只有1天休息，在另外的几天时间里，我只能靠自己。儿子给我带来了很多的速冻饺子，他说这个速冻饺子在锅里煮煮就行，我完全可以自己做。儿子每次回家看我的时候，都会给我带来1个星期的速冻饺子。在那个月的时间里，我天天都吃速冻饺子，吃的我只想吐。我问儿子，我伤得这么严重，你都不敢将我接回家照顾，到我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，你能给我养老吗？儿子半天没吭声，最后支支吾吾地说，农村里的老年人不都是这样，活1天就干1天，总能给自己挣个口粮钱。
儿子这话我算是听明白了。想要靠儿子给我养老，这辈子都是没指望了。脚伤康复之后，儿子再也没有回家看我，一心一意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去了。既然儿子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得不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筹谋。我想起我的一个远房亲戚，他一辈子没有结婚，也没有孩子，他一直在城里做保姆，不知道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如何。于是我就给这个远房亲戚打电话，问他日子过得咋样。远房亲戚告诉我，他在一对80多岁老夫妇家里做保姆，每个月可以拿到8000块钱的工资，日子过得挺好的。我又问他，你现在能挣钱，那么生活没有任何问题。可是若你老了不能挣钱的时候，到那个时候养老的问题如何解决啊？远房亲戚说，他早就把养老的问题想好了。他和另外几位没有子女的姐妹组成了一个抱团养老的小群体，到时候他们就住在一起，雇保姆照顾，彼此之间还可以互相的照应。由于人多，费用平摊下来花不了多少钱。表姐说，她目前已经存了100多万，即使是没有退休金，没有儿女，养老也不成问题。表姐的话让我茅塞顿开。我告诉表姐，我也要到城里做保姆，还要加入抱团养老的群体。很快，我就在表姐的介绍下去城里干起了保姆。我照顾的这位老人是70岁的王奶奶。王奶奶的身体还很健壮，除了腿脚不利索，身体没啥大毛病。王奶奶听说了我的遭遇，主动给我加了工资。她将我的工资提到了8000块。王奶奶说，她不缺钱花，只想多做善事。我的身世那么可怜，她帮帮我，也能给自己积一些福报。在王奶奶的家里，我过得非常开心。王奶奶是一个非常善良的老人，她的儿女们全都在国外工作，经常大把大把的给她寄钱。王奶奶不缺钱，只缺陪伴。由于儿女们全都不在身边，所以王奶奶就把我当成她的亲人，任何事情都会尊重我的意见，从来不会勉强我。我拿着8000块的工资，自己却不用花1分钱。在王奶奶家里吃住都是免费的，根本没有需要我花钱的地方。我把这些钱一分不少的存进了银行，作为我养老的资金。王奶奶今年才70岁，我感觉她至少能够活到100岁。若干年后，我养老的资金也就存够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要是干不动了，我就去和姐妹们抱团养老，舒心的安度晚年。我发现，如果自己没有能力，完全指望着儿女们给自己养老，这条路根本行不通。因为儿女们有自己的小家庭，即使儿女愿意给父母养老，他们的另一半也未必会同意。所以，老年人即使再爱儿女，也要清醒地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养老钱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